本期视频你将看到电动车冰天雪地狂奔为哪般？我在雪中换了电，我在雪中又充了电，冻成冰块的小可乐，董买买说他羡慕能加油啊，真羡慕他们可以加油啊！董买买学会了自己洗车。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这一视频来聊一聊春节期间，我把我的蔚来 ET7从上海开到了哈尔滨啊，在东北转悠了一圈，然后又回到上海的故事，全程呢达到了6500公里。这期视频呢就想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那我的行程呢其实是这样的，我先一路北上，先到泰安，准备到泰安呢去爬个泰山。然后再从泰安呢开到天津，在天津游玩了2天，接着呢沿着京哈高速通过山海关进入到了东北，先去沈阳更换了雪地胎，然后顺便体验了一下沈阳的洗浴，再接着呢继续向东开到丹东，眺望了一眼对岸的景色，接着往更冷的方向走，去了长白山。那几天呢正好寒潮了，零下25度啊，我以为已经很冷了，对不对？接着呢我再往北上，往长春跑，往哈尔滨走，结果到了哈尔滨之后它也寒潮了，哇，那更冷了，零下30度，并且呢，虽然气温是零下30度，但是我在冰雪大世界，你们知道冰雪大世界那个都是冰啊，感觉就更冷啊。这个南方人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冷。接着呢，从哈尔滨途经沈阳去了北京，在北京的酒店呢住了几天，那主要就是为了躲避这个返程的高峰期。然后呢，从北京啊1250公里1天时间，那一路换电，直接回到了上海，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呢，这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电动汽车跑长途了。那个全程呢达到了6500公里，又是在东北这种传统意义上电动车卖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地区，对吧？因此呢，这些视频我觉得算是一个记录，我是怎么到的，住到哪儿，玩了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那也算是一个浅尝辄止的流水账吧。希望能给后面去东北的同学们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我为这趟出行呢，其实准备了一些应急方案的。我担心东北的充电条件不好，于是我携带了未来的充放电一体枪，完全用不到，那玩意儿还老沉的，还占我后备箱的空间啊。然后呢，我担心天气特别寒冷，12伏电池被冻挂怎么办？我还买了一个就是搭电器，就是一个移动电源的一个搭电器，结果完全用不到啊。我担心呢在雪地里陷车，所以呢我还买了挖沙板啊，结果呢雪地模式配合雪地胎稳如老狗。我担心呢高速公路大堵车，那个吃不上饭，我准备了自热米饭，你还别说，这个还真的用上了。主要是有的服务区它的条件实在是有点艰苦啊，这个自热米饭还是好吃的。那整趟东北出行呢，最重要的装备其实是雪地胎。这个呢，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聊，因为你到长白山那边的时候，雪特别大，而且有些地方他们就是不铲雪，而且或者说铲雪不及时吧。拥有雪地胎加4驱，还是你去长白山能安全开车的基础。行程第一天，一个有趣的巧合，蔚来在今天把全中国所有的高速公路换电站给免费了啊！但是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影响啊，毕竟我是终身免费的那批早期车主。那第一天的行程呢，其实还挺远的，从上海到泰安一共开了858公里，我开了13个小时呢。那出门的那一天呢，又是大雨又是大雾的，高速公路的入口还封闭了，我还特意绕到崇明岛，从崇明岛才上了高速，严重拖慢了我这一整天的行程。而且沈海高速在江苏段的时候，这个事故已经不断了，特别多的事故，大概几乎每开20公里你总要停那么一会儿，最长的一次停了将近有40多分钟。然后这一段的补能呢，其实都是非常成熟的换电了。那如皋换电站呢，蔚来还在搞活动，送了一些小零食啊、拖鞋，我觉得蔚来做的还挺贴心的。到响水换电站的时候，这是一个完全自助的换电站，你在车机上会自动下单，车机在自动下单了之后，如果前面没有人的话，换电站的门会徐徐的打开。到响水换电站的时候，那天已经完全黑了，你能看到一片黑暗之中换电站明亮的位置，其实是有一种非常棒的安全感的。然后呢，沂南服务区的换电站换完电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加油开始有些许排队了，这与后面的相比呢，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时我还没有见过世面的说，你看你们加油已经在排队了，我换电没排队，对不对？这泰安真是颠覆了我的印象啊！这路好宽哈，路好宽，有高架。我太狠了，这个高架还有 NOP 可以用。真的，你看这高架还有 NOP 可以用。灯还很亮。对，灯还很亮，这都已经晚上11点了，灯都开着在。果然旅游城市就是好呀。
今晚入住的酒店呢是泰安的东尊华美达酒店啊，这家酒店其实价格不贵，主要是它的位置特别好，就在泰山的天外村的景区附近，反正开车1公里5分钟吧。那而且呢，这个酒店的停车场它有充电桩的。那换作是以前的话，我应该晚上会把车插去充个电，但是未来在泰安也有换电站，所以我就懒得去充了，就睡了一觉，然后准备第2天登泰山了。那第2天呢，其实我是伴随着清晨的鸡鸣啊，闻鸡起舞而起来的。但是呢，非常不巧的是，这一天泰安在下大暴雪啊，以至于整个景区都关闭了。后来到中午的时候，我听说就是步行的道好像也关闭了，所以呢，我非常无奈啊，我的行程都是预定好的，我只能开车去5公里外的换电站去换个电。换完电之后呢，继续我的行程。泰安呢，泰山我们就下次再来吧。那这一天的终点呢是天津，距离不长，只有500公里。但是山东到河北这2个省份呢都在下雪，尤其是一些高速公路的连接线铲雪，他们铲的并不及时。我看了一下我的轮胎的温度，大概呢是16摄氏度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的轮胎应该还是柔软的，所以呢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切换了 ET7 的雪地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呢，车辆会使用全时四驱，同时呢它会限制车的加速功率，保障你那个尽可能的减少打滑。同时呢，车的最高回收功率也被降了7000瓦，因为使用低回收的话，这个车的轮速降低的会比较小，也可以让车开得更加平稳。所以呢，在这种模式之下，即使我使用夏季轮胎，我也在高速公路上相对稳稳的前行。但是大家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临近商河服务区的时候，我看到一台 ES6连气囊都撞出来了，现场的警察已经到了。我看到疑似于车主的人正在站在车边上，看起来呢人应该没啥问题。那总之呢，大雪天，尤其是一些暗冰、积冰，请一定要谨慎的踩油门，缓慢的打方向，尤其是制动的时候。那这一段距离呢，其实不长，换电一次就够了。我是在商河服务区换电的，在换电站换电的时候，雪已经非常大了。换电站的小哥呢正在清理这个换电站的积雪。其实他们这份工作在下雨下雪天也挺不容易的。换完电之后呢，很快就到了天津。我呢是去了我朋友们强烈推荐的国家海洋馆。哦，这个地方可太棒了，我也强烈推荐给各位看视频的朋友们。场馆设计非常精美，尺度恢宏，以海洋为主题，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海洋。它讲了历史，讲了科技，甚至讲了防灾减灾。然后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海洋馆去展示一些活的海洋生物。那更多的呢是它用1:1的尺寸展示了大量的标本啊，从物种起源开始讲，从恐龙时代开始说，一整个场馆的海鲜啊，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呢是一直逛到闭馆才依依不舍的出来，这个场馆真的非常棒，值得反复的去。啊，对了，国家海洋博物馆附近呢，其实也有一个未来的换电站，那下午就顺道去换了个电。这还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由于整个山东境内不都是在下雪嘛，地上他们会撒掉一些除雪盐，然后呢，你在路上狂奔的时候，你车上的前部的那个超声波雷达会逐渐被这个雪盖上，自动泊车就会失败。自动泊车失败之后呢，换电站就没法启动自动泊车了。好像遇到点困难，请你手一吧。接下来好了，点击开始播可以了，放可以了。行，那个下面一层冰，一层冰是吧？那当时我去的这个换电站呢是有人值守的，小哥呢非常熟练的使用这个布擦了一下几个雷达，那一切就恢复正常了。那站在用户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爽啊，有人为你服务，然后整个那个泊车换电也都是顺利的。但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非常大，每个地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未来还在全世界卖车，世界也很大，极热极冷极寒，下雨下雪什么都会有。所以对于换电站的运营，那每个地方还真的需要一些不同的方案。对于这家公司就更加的稍微敬佩了一些，对吧？那整个第2天的行程呢，基本上就是逛完博物馆之后就入住酒店了。那这一次呢，我在天津住的是瑞吉酒店。第3天的行程，瑞吉酒店的位置呢其实非常不错，从酒店里就能看到海河。海河呢已经部分的冻上了，但是有的地方没冻透。那路边的标语啊，还包括警察叔叔一直在喊着叫你不要下河啊。其实呢，河里还是有一些人的。那吃饭的话呢，酒店对面其实就是恒隆，里面有一家东北菜，我和潘总特别爱吃，就是我们甚至连续吃了2次，真的特别好吃。我们感觉比在东北的东北菜都要好吃。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棒的餐厅，就在酒店里面，是卖烤鸭的，叫什么？叫西河烤鸭，对吧？那个做的真的非常棒，烤鸭非常的酥，非常香，而且价格也不贵，值得你们来试一试。可能路过天津演的。哦，看，看，我们本来要做这个的，对他那天把它关了
对，说在翻新。第4天的行程呢，主要是开到沈阳啊。高速公路呢显示京哈高速的事故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呢，我们从天津出发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秦滨高速，先开到北戴河服务区。那虽然车道呢，秦滨高速只有2条，但是大过年了车很少，反而显得很通畅。那过完北戴河之后，不得已就必须要走京哈高速了。很久之前我就听过京哈高速、京坑高速啊，果然名不虚传啊。但是还是顺利到了。那整个高速上呢，很多段落，整个标线是不清晰的，但是得益于激光雷达以及高精地图的加持呢 ，NOP 依然可以稳稳的守在本方的车道里头继续开车。那在北戴河换电的一次呢，这是北戴河的换电站，也是无人值守换电站，并且这个换电站里面还有喇叭，喇叭一直在循环播放那个换电注意事项啊。其实无人值守的换电站我去过很多，用喇叭在那放的，好像北戴河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这个就换了那个流浪地球的广告。对，向着家的方向满电。哎，你听有声音。我听好了，正在准备中，需要一点时间，请稍等我一下。还有些地方还是 feel the light。对，有些地方 feel the light。换完电之后呢，我发现93%的电量从北戴河服务区开到沈阳，我的实估续航里程就非常准的那个里程，就是以我的驾驶习惯以外界的温度来实时动态的，就差20公里的续航。本来呢，我想再换电一次的，结果呢，我发现我到了那个葫芦岛的换电站，发现那个换电站100度电池只有3块，然后最短时间要能使用的一块电池充电时间要40分钟。换了申请的电池电量还没有我大呢。对，我来这充个电好吧？这是有充电桩吗？有啊，屁股后面就是，回头看一眼，看到了吗？看到了。所以呢，有点循环不过来了。但是呢，好在这个换电站边上就是充电桩，所以我就插在充电桩上充了大概15分钟的电吧，于是我就可以正常顺利的到达沈阳了。这个葫芦岛这个换电站呢，其实它的位置不错，下高速呢只有2公里的距离就到了，而且它是顺着下的，不需要你切换高速啊什么的，直接下出口出来那个掉个头就是，所以这个换电站的位置挺好。但这也是我整个此行过程中第一次不能换电，第一次需要充电。进入辽宁省之后呢，整个充电蔚来车主们就不要钱了。那所有的蔚来车主在我国北方8个省份和自治区使用蔚来品牌的充电桩，就蔚来自己部署的充电桩，每年免费1000度电，超过1000度电之后是免服务费的，而且这个免的服务费是不限度数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种事情在蔚来宣布的时候，其实你的感知是弱的，不就北方8省吗？东北没什么人去，对不对？但是等你真正的到东北，等你真正的去充电，充完电你以为要付钱的时候，它显示使用 PowerNow 自动结算掉免费的时候，你的这个感受是好的，你是一种被礼遇的感觉。而且在东北或者是在北方8省吧，客观上充电桩就是少。那蔚来选择自己默默的先把基建做起来，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问题。那蔚来先选择把这个基建靠自己的力量先行给部署起来，等我们这些车主真正想去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么艰苦了。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那个东北的充电都没有花钱，这个感觉其实还挺棒的，虽然没有多少钱。到了沈阳之后呢，我突然看到导航地图上有一个换电站是在中石化的加油站里。那说实话呢，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去过中石化的加油站换电，所以我是怀着打卡的心态去看看的。那正好我去的时候已经是4点半快5点了，算是沈阳市的晚高峰了。在那个换电站换电的车主还挺多的，后来我才知道沈阳已经有超过1200名蔚来车主了。对，就光沈阳就已经有超过1200名蔚来车主了，真好。那大家呢在下班点都去赶着换电，然后回家的我就没有在那儿去跟大家凑热闹了，我就在换电站边上的充电桩插上，充了10分钟的电，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人了。那就是我到沈阳的第一天。到沈阳的第2天，主要就2件行程啊。第一个是换雪地胎，第2件事呢就是洗澡。那先说雪地胎啊，理论上说呢，在气温达到60度以及以下的地区就应该开始使用雪地胎了。那蔚来呢，官方是有雪地胎的，叫 Nokian， 就是诺基，中文叫这个名字。然后在蔚来欧洲的 App 上呢，甚至他们官方就可以去选配雪地轮胎。像我这套21英寸蔚来官方的这个诺基轮胎。选装价格是6000欧元，轮胎未来可以定，然后官方的售价是2500元人民币一条，就是4条就是1万块钱，但是需要2周的时间，我的时间呢就不太够用，而且呢我是21英寸那个大轮毂，就是25540
然后21寸的轮毂其实雪地胎并不好选，所以呢我又特别好，我又找到了一位那个沈阳的哥们儿，也是蔚来车主，他帮我从倍耐力的经销商那儿去买了一套倍耐力的蝎子冬季轮胎啊，官方缩写叫 SWNT 啊，他还帮我把这个轮胎送到了售后啊，这也是让我整个这个行程非常顺利的。就是蔚来的车主们，之前我们其实并不熟的，但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儿我们就认识了，其实真的非常棒，非常热心，这也是蔚来的车主的用户群大家感受比较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原因，就是可能外部的车主并不能感受到这些，但是真正的等你遇到点啥，等你需要点帮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车主群真好。那北方的8个省份呢，蔚来其实也有一个官方服务的，叫做暖冬行动，它涵盖的是呢冬季的检测呀，也给你换上一些冬季的玻璃水这些检测。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去蔚来的售后去换轮胎是免费的，不仅换轮胎是免费的，他们还帮你免费的存储你的那个夏季轮胎，这是一项官方的服务哦，在北方8个省的车主们都能享受到。同时，像我这样的旅行者，到了这8个省份也依然可以享受。为什么说蔚来的整套服务非常难学呢？其实就是你要站在车主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真正的需要什么，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想，而且要真正的去为用户去奉献，去做出一些事儿。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传统的车企来说，它一单一单的去算价格、去算成本，然后怎么样去平摊，可能就做不了。但是蔚来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从满足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体验上去想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这也是蔚来非常难学的原因。好嘞，换完了雪地胎，看看这个胎纹，哎呀，这个纹路一看就是雪地胎的纹路啊，它能把积雪给它甩出去，同时呢，在冬季的时候，它的配方导致它也会更软，所以会有更好的抓地力。但是对于冰面什么的，即使你在雪地胎，还是要非常小心，冰面特别的滑。接着呢就是今天的重头戏，洗澡。那传说中呢，中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啊。沈阳的这个洗浴中心呢，是我见过最大的。这个洗浴中心里头，甚至还有水上乐园，还有漂流这样的玩法，这是我真的没想到的。第6天了，那今天的行程呢是从沈阳到丹东，距离非常短，只有290公里。因此呢，去丹东之前，我先去了2个地方，一个呢是沈阳故宫，这个几乎每位同学都会去，就不表了。第2个景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景点，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叫做沈阳铁路陈列博物馆。这个展馆呢，在沈阳的苏家屯，不是特别近，人特别少，而且呢，这个展馆运营的也一般，这个大厅里头巨冷啊。但是呢，沈阳铁路局其实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拿出了一些硬货。由于历史原因呢，这里面展览了一些满铁时期的车头车厢我记得同样是那个火车博物馆，在北京的环铁的那个博物馆是没有的。而且呢，我国的火车从征爷开始历经内燃机时代什么东方红还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的东风4，对吧？西瓜，还有从那个美国通用进口的 ND5 内电5，对吧？这些车都有，并且这些车有的车的车号还很小，比如 ND5 的车号其实才16号这个车已经非常早期的一批车了。而且呢，在这个博物馆你能看到中华之星号。这台车中华之星号是在有高铁之前中国自己努力建造的高速车，在02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跑到320多公里了。虽然呢，在之后出现了一些轴温故障，再加上我国的整体的高铁政策由自研变成了先向海外采购这样的一条路径，所以呢，让这台车让中华之星号成了一个如流星般璀璨划过的一段，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我国在高速列车上的探索。那同时呢，这个博物馆的客车车厢也很齐全你能看到几次铁路大提速的车厢有的这些车号都很小，像那个硬涡 25K 甚至是000001号的车厢，这是个狠人就喜欢巨大机械的，对火车了解一点的朋友们一定要到这里来看看，记得多穿点衣服。在前往丹东的道路上的时候呢，整个 NOP 就已经无法启动了，因为好像那个高速并不在 NOP 的这个允许的路段之中，但是你依然可以使用 New Pilot 就是 NP 继续来开整体的道路呢都是铺装道路，而且修得非常好，开起来也毫无难度，只是气温呢开始变低了。但是对于我100度电的 ET7 来讲，这个续航毫无压力我直接把车开到了鸭绿江边，遥望一眼对岸。那这一天的晚饭呢，是在丹东的安东老街吃的，这也是大众点评上评价最高的一个景点它优于一切，比如优于之前的那个断桥，优于一些国门景点的评价。它是由这个每2层，然后每一层呢都是
2横4纵，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这种街区。但是呢，楼上呢都是一些复古的建筑，都是各种卖吃的。然后最好玩的是呢，这个下面这个停车场里头，小鹏建了自己的超充桩。那小鹏的桩呢，我是知道的，这个维护非常可靠，而且充电速度也挺快。这根桩呢还是对外开放的。于是呢，我在楼上吃饭就把车停在下面的小鹏的桩充电。这也是我此行唯一一次充电花钱的，那个付了153块钱的充电巨款呢。对了，丹东的充电条件其实让我挺意外的，哪怕是在丹东，我就在酒店打开充电地图一看，附近至少都有10个站点是有快充桩的，而且直流快充桩数一数，大几十根、小100根可能是有的。这个是在丹东啊，就是传统意义上可能充电条件不好的地区，反正电动汽车车主能开来，它就能很好的充电。第7天的行程就开始真正的冷了，我要从丹东开到长白山的西坡，那全程呢是450公里，从这里开始，除了蔚来，你基本上看不到别的品牌的电动车了。那在2021年之前呢，这条路上是完全没有充电桩的。那在这之后呢，也只有蔚来自己建了充电桩。这条路的难点其实是气候寒冷，电动车少，然后充电桩如果你建设了，它闲置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蔚来选择在一个服务区建2根充电桩。在服务区，东北的服务区，能有这样2个充电桩，这个感受还是非常棒的呀。然后呢，吉林高速比较好的一点是它的服务区基本上都是互相可以贯通的，而且它允许对向的车穿梭过来充电，其实有效的提高了这个充电桩的利用率。那在我用这个充电桩的几个小时之后呢，又有别的蔚来车友来到了这里，而且留下了对充电桩的评论。就这么说吧，搞基建目前我来看，蔚来真的是认真的。而且他们做了很好的软件，就是自己的车主呢用充电地图很棒，对吧？对于第三方车主，他们也做了一个产品叫家电这个 app 呢汇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蔚来车主、蔚来的工作人员去评论的，每一个站点的速度、价格、站位如何，有几根桩，写的非常清楚。这也应该是全中国做的最好的一个充电类的 app 了。有这个呢，你甚至不需要去使用别的产品了。那还有一点呢，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吉林的高速他们维护的也非常好，就是东北的高速下雪真的下得非常厉害的。那不仅仅这个充电桩选择在了不容易被占位的这个位置，而且一旦开始下雪的话，高速公路的运营人员会立刻把这些积雪清理干净。所以这2根充电桩，有了这2根充电桩，也仅仅只有这2根充电桩，从丹东到长白山就变得毫无压力了。那这一路上开呢，雪也越下越大，等到长白山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大雪纷飞了。因为呢，在过年期间我们不滑雪，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住万达西的那一圈酒店，我们选择入住的呢是长白山吉士博尔曼。那这个酒店呢是有地下车库的，下雪的天气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车停到下面的地库去。地库呢，第一个是不积雪，你不用去挖车；第二个呢，就是地库的温度会更高，很多车那个燃油车容易打不着的时候，他们都会选择停在地库里。哇哦，这个雪还好刺激。然后你看车一定要停在地下，我就停着一会儿，它就全是雪了，要不然明天早上要出雪了。你看，刺激吧？所以等会儿我们来把车停到地下车库去。然后酒店提醒我说要有雪地胎才能下地库，然后我们保险起见再开一个雪地模式吧。就这样开车的感觉贼爽。好，第8天睡到自然醒，准备呢去看天池。长白山吉士博尔曼这个酒店的阳光其实非常不错，酒店呢并不适合滑雪的人们入住，毕竟从这个酒店去雪道呢可是太远了。很多酒店是可以滑雪滑入滑出的，这对滑雪的同学来说更加方便。但是呢，酒店的服务其实还挺不错的。要说这个酒店缺点的话，其实是它的公共区域太冷了，不管是它的大堂还是它的连廊，其实都有点冷的。我在东北住的所有的酒店，也不说光酒店吧，就几乎所有的室内都是可以去，最起码是可以穿一个就一件衣服的，那甚至可以穿短袖，对吧？但是这家酒店的公共区域是冷的，这是我觉得做的不好的一点，希望他们以后能改善啊。那本来呢计划是要去天池的，但是天池由于下大雪关闭了，所以呢就去了一个也是天池景区，收天池景区的门票去的，叫大峡谷的景区。个人觉得一般啊，要这个大峡谷的话，来回坐这个接驳中巴要坐3个多小时。其实这个景区也就是徒步绕一圈，你能看到一个深深的峡谷被盖着雪。如果你喜欢玩
玩雪、喜欢踩雪的话，这里倒是可以去看一看。总之呢，如果你是出门旅行时间有限的话，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去这个大峡谷景区的。那晚上呢，天气预报说寒潮来袭，气温骤降，温度直接到了零下26度。我就想记录一下，把车停在零下26度的室外是啥感觉啊？明天门把手会不会弹不出来？门会不会拉不开，是吧？然后把车一晚上停在外面，到底要掉多少度的续航呢？早上好呀，现在车停了一夜，我手机 app 显示续航从580掉了567，就掉了10几公里的表现续航。昨晚呢，我夜里醒来的时候，外面最低气温零下28度，将近零下30度的这么一个气温。我们去看看现在车有没有冻上了，一个、2个都推了出来。看看这边的门把手也正常推出来了，然后打开，哦，冷飕飕的。看看车里面，哦，座椅都冻硬了。然后车里面现在显示的气温是零下23摄氏度。我567公里的续航可以开353公里，我觉得还成吧。然后车内的温度呢也接近零下20度，这个温度下车里面的矿泉水啊、可乐啊全部都结冰了。我还在车里有个拍立得相机，那个相机被冻得开不了机。那直到当天的下午啊，这个拍立得才渐渐恢复正常啊。那电动汽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提前用手机 app 打开车内的空调、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把车内温度从零下20度加热到25度，你再上车。那整个这个加热过程大概需要20多分钟吧，而且要消耗掉你15-16公里的续航。不过充电既然这么方便，而且也不用担心打不着火，不用冻得哆嗦再上车，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优势了啊。那再多说一句，雪地胎啊，就是除了说铲雪不及时，雪地胎的纹路可以甩掉积雪，让你在雪地里更安全之外，在零下20多度的时候，普通的4季胎轮胎是硬的，甚至有一些轮胎的胎壁会开始开裂啊，会失去抓地力，这是很危险的。但是雪地胎的配方，它就保障你在低温的情况下，这个橡胶依然柔软，依然有很好的抓地力。所以如果你去长白山的话，我真觉得雪地胎不能省。在此行这个过程中，长白山之前，包括到丹东，我觉得没有雪地胎都可以凑合，但是到了长白山之后走，包括去哈尔滨，雪地胎是不可省的。虽然有了雪地胎的加持呢，在高速公路上你依然可以保持正常的速度去驾驶，但是你要时刻谨记你的刹车距离会延长，所以你必须要保持更好的车距，同时你还要担心路上的这些冰，就是雪地胎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冰就只有一条路，只有滑这么一条路，所以你在日常驾驶的时候要稍微有一些雪地驾驶经验再去这边开车会比较好啊。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些建议啊，就是单电机的后驱电动车最好还是不要来，就是容易刨坑，就你没有四驱，你有时候还真的不好出来，就是它路会有坡度，一有坡度之后啊，这个纯后驱，你有时候就会刨坑啊。然后同时呢，磷酸铁锂电池在这么冷的温度下，我看到一些评论确实表现不佳。那至于充电条件的话呢，未来在这个镇上，就整个这个长白山的这个西坡这个景区吧，布置了一些20千瓦的目的地充电桩。然后同时这个镇上还有一批快充，是8根还是10根吧，好像听说也是未来车主投资建的啊。所以如果你能来了，那你的充电也没有什么问题。到长白山的第3天呢，其实已经是除夕了，于是呢没有安排很远的行程，只是想从长白山开到长春。这个全过程呢是350公里。由于长白山这一段高速积雪非常严重，然后有大量的融雪岩，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未来的车中提醒激光雷达需要清洁。ET7 我开了有2万多公里的大雪啊、大雾我都遇到过，那激光雷达需要清洁，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那整个这个清洁也很容易啊，就你拿湿巾把激光雷达门口上面的那一层像盐一样的物质一擦掉，然后车内的报错就自动就消失了。充电的话呢，蔚来依然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抚民服务区部署了一个充电桩，依然是2根，然后这个服务区也支持对向过来充电，服务区维护的非常及时，扫雪也很不错。到了沈阳之后呢，我其实是住在凯悦酒店的，凯悦酒店下方呢就有开麦斯的充电桩，那直接插上蔚来 ET7 的车主呢，至今每年依然都有12次的免费异地加电，所以呢我充开麦斯也是免费的，只是充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实在是太脏了。那除夕之夜到哪里去找洗车店呢？
大年初一啊，昨天晚上整个爆竹放了一整夜啊，年的感觉真的好。那从长春开到哈尔滨，这今天的气温呢达到了-20°C。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视频已经说到这儿了。我开 ET7，我很少去聊能耗，去聊能跑多远。那主要原因呢，是我这台车本身是21英寸的轮毂，买车的时候续航就比别人少100公里。这个对，如果你选20寸的那个低风阻轮毂的话，续航直接比我多100公里。所以这个聊续航我没法聊，我不占优势啊，对吧？让我长途不焦虑的唯一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买的是蔚来，我以换电为主一些单电机的小车确实能比蔚来跑得远。但是今天面对我要这样的场合，它就不一定能去得了了呀。后驱容易陷车，磷酸铁锂冬季衰减就变多。如果你认为所谓的技术好就是车噪小、胎压增高、强制高回收，做一个单电机，那我觉得也许你还需要多赚点钱去买更多的车，然后才能理解什么叫 premium， 什么叫高级。但是呢，一定会有人问啊，你的蔚来在东北能跑多远？那长春到哈尔滨-20°C，我以120公里的时速顶着限速在开，那整段高速公路的平均时速也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我整个能耗不过是31度每100公里，那我是有100度电的车啊，300公里的行程，我可以不充电不换电，从长春直接开到哈尔滨。然后到了哈尔滨之后，我可以花5分钟去换个电，又再次满电出发。那除了蔚来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台电车可以做到我这么自如哈尔滨这个换电站呢，又是在中石化加油站里面，什么电动车普及了，加油怎么办？几桶油会支持电动车普及吗？我觉得有这样想法的人属于书读的不够多他们总以为整个石化行业就等同于卖你那一点油，整个石油化工是一个基石性的产业，就光卖乙烯都比直接卖你那点油有价值多了，好吧？所以呢，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甚至海外的壳牌，其实也都有跟蔚来去合作建设换电站，换电站建在加油站里。如果你还对这个事情有疑虑，你不妨思考一下自己的远见、自己的知识、自己对未来的判断是否有这些企业看得远、看得全。看得更加真实。哈尔滨呢，其实是一座非常好玩的城市因为我有车，所以我就选择住在松北区的 JW 万豪。这里离传统意义上的市区呢，其实相对有些远，但是酒店便宜不少而且呢，去哪儿开车20分钟就能到，去冰雪大世界呢，开车甚至只要10分钟。只是缺点的是这家酒店的地下停车库不太方便进但是地面停车确实很方便，而且到这个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把车停一夜，冻上就冻上呗，反正可以提前开空调。那到这一天的时候，哈尔滨其实也已经寒潮了，气温达了-30度，更加冷了，意味着车里20度外面-30度，温差高达50度。到了哈尔滨，我才理解对于汽车工业来说，这个使用环境的复杂性一个手机，有人说到冬天就会冻上，大家就会骂，对吧？没电就关机了。但是汽车不行汽车内的所有电子设备，哪怕外面-30度，车内-20度，要依然能正常运行，空调什么都得正常。车内的软件什么的，不能说触屏就不使用了，不能说到-20度，整个这个触摸屏就开始脱影了，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要正常唤醒，要正常使用，门把手要弹出来，所有功能都要正常。对于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才会更加理解什么叫车规级的产品。我知道有一些企业呢不太愿意使用车规级的产品，他们往往使用消费的产品去往上替代。那消费产品呢是便宜的，但是面对这样相对极端气候的时候，它往往就会出现一些故障，比如说经常性的死机。但是你开蔚来，从 ES8 的时代开始到今天的 ET7， 面对这样如此相对苛刻的环境，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车机死机的情况。哈尔滨嘛，冰雪大世界其实是一定要去的，就是即使是光看冰雕，你也会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很美还有一个景点不能算是景点吧，它就是冰雪大世界采冰的地方。那里面呢有大块的冰，特别大，然后也很厚实。其实去现场的时候，你并不会感觉到特别震撼，但是你找好拍照角度，并且适当的 P 图，你确实能拍出各种厚实然后蓝冰的感觉。对，那个我也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场的状态以及我拍出图的效果吧。
那整体来看呢，哈尔滨真的太冷了，我全副武装在外头也坚持不到半个小时啊，必须要找个屋内去暖和暖和。无人机这个时候放飞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的飞行姿态没有那么稳定了，我怀疑是那个空气太冷，这个上升力有点下降。然后同时呢，无人机的屏幕被冻的，如果你在室外用，这个大量的拖影延迟特别大。毕竟我也理解啊，大疆这个产品只是一个消费级产品，不是军工产品嘛，对不对？它的可靠性，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变得非常差了。但是总之呢，就是哈尔滨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寒冷。从这出行的第12天开始，已经算是一种返程了。今天的目标呢是从哈尔滨开到沈阳。早上出门前呢，我先在未来在中国最北的换电站去换了个电。我现在在的是中国石油在哈尔滨跟未来合作的一个换电站，那后面是加油站。这同时也是未来最北的一个换电站，未来最北的充电桩在漠河，在我国最北的换电站就在这儿，所以一定要来打个卡。然后这个换电站还是流浪地球风格的。那今天开始呢，高速公路加油的车辆已经开始排队了，加油车在排队。是呀，这个加油也得加个2个小时，1个小时至少1个小时吧，这个位置是吧？就一台车5分钟，然后算了，我都不说你开发票了，太可怕了。那台混动车也在跟着加油。今天到沈阳的目的呢，其实是把我的夏季轮胎给它换回来啊，我把雪地轮胎给存在东北，等着下一次我再去东北的时候再说吧。酒店呢，我这一次住的是沈阳的康莱德，它是一栋很高的建筑。那康莱德的服务水平呢，其实是一如既往的在线的，而且它有天际线景观，喜欢天际线景观的同学们呢，不可错过这家酒店。从沈阳出发呢，这一次我是去北京，哈大高速的堵车变得更加严重了。往北京方向走呢，其实你就能看到一些金牌的特斯拉作为纯电在跑高速了，其他品牌依然非常少。那东北的换电站的布局其实数量也不够多，明明你可以开300公里才换电的，但是换电站的布局不够丰富，那固定的站点就那么几个，所以呢，会让你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出现你这一站不停你就跑不到，但这一站停了你就换电有点浪费，下高速5分钟，上高速又要5分钟，换个电排个队15分钟，整个过程25分钟就过去了，这个效率就不如在服务区里边那么高了。那这一天呢，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未来把葫芦岛的充电桩改成未来车主专用了。我换电的时候来了一台销量很高但是从来不见装的车，也许它又得换地方去充电了。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未来的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红同学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有的车企秋天来了不筑巢，总觉得冬天来了可以躲。可见的将来不做充换电设施的车企都是机会主义者。还是那句话，未来呢，整个车企其实不仅仅只是卖车，如果整个愉悦生活，整个说全过程的体验你感受不到，那你就观察一下整个春节过程中的出行，哪家车主跑得最多，哪家车主充换电最方便。途经北戴河服务区，这个服务区给充电的车单独划了一个区域，此刻的那种几分钟跑几百公里的液体呢，要排队多久我不知道，充电要多久我也不想了解，但是反正换电5分钟就好。北戴河服务区，来充电的、换电的、换电的、充电的。真羡慕他们可以加油啊！本次出行的最后的几天呢，其实我是在北京陪孩子们逛逛景点然后再选择在北京的酒店躺着去躲避这些返程的客流。我这一次呢住的是首钢园的香格里拉，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首钢园，他们搞得真不错，建筑设计很棒，然后几个冷却塔呀、高炉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一种浓浓的工业风。然后呢，这还有一个牛屋，然后也保持了一贯的设计水准，大家可以来打卡。那首钢园的香格里拉酒店呢也很出色，它是由原来首钢的发电厂改的，那一进大门呢就被绿植包围了，感觉像穿越了季节。那我太喜欢这种新式风格的酒店了，而且相比于以往的香格里拉酒店有质的飞跃，而且整个酒店不管是餐饮还是服务，甚至说房间的整体设计，我觉得做的都很好。所以来北京如果你有车，就是没必要住在非常市区嘛。那我一开始是住在大旺，住在国贸那边的，后来我觉得住在市区也没啥意思，那不如到周边这些地方来住一住。酒店的价格相对还便宜，然后其实能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来总结一下吧，其实每年过年有几个新闻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呢，就是海南岛这个车过海排队，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某些充电车车主什么排了3-4个小时、4-5个小时也充不上电，什么电动车返家特别困难。这些新闻存不存在？一定存在，真不真实也大体上是真实的，是不是个案？
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也可以是个案，但是大家就是喜欢看。大家不喜欢看的是什么？不喜欢看的是服务区加油站特别忙碌，然后排队加油也要等2个小时，排队加油一次只能加200块。为什么大家不喜欢看这样的新闻呢？因为这样的新闻大家司空见惯，很熟悉，而且也获得不了足够多的流量。一条新闻，如果是充电车车主排队充电2小时，你一定会骂充电车不行；那加油车车主排队加油2小时，你就不会骂了。为什么？大多数人还在开燃油车，仅此而已。但是呢，这些人里面其实也越来越多的人换了电动车，从去年40%的整个渗透率你也能看到，甚至呢也有更多的厂商意识到整个纯电才是未来，大量做增程的厂商他们也做了一些纯电车型的规划。那这个趋势呢，到2023年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花时间去跟任何人争论了，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你不相信也没关系，市场会推着你进步的。我这套6500公里的纯电出行，我知道会很顺利，我的底气呢来源于 Neo Power， 来源于雪地胎。那还是那句话，未来呢从来都不是只卖车。如果愉悦生活你在买车之前感受不到，你不妨看一看到底哪家在春节期间让车主们跑得最远，在春节期间让车主们跑得最为舒畅。这在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呢，蔚来刚刚公布了2023年的春节出行报告。那2023年春节呢 ，Neo Pilot 的总行驶里程达了3900万公里，这个数字呢，在2022年是750万公里。2023年呢，蔚来春节的高速公路换电站一共换了28万次电，只是高速公路的换电站啊，一共给车主换了28万次电，每一次换电呢都是免费的。在2022年呢，这个换电次数是3.7万次。什么是趋势？换电有没有用 ？Neo Pilot 行不行？蔚来这个牌子行不行？不是由键盘侠决定的，而是由真金白银付钱的车主们说了算的，好吧？好了，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我很久没有做视频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行业，站在我的角度来看，谁行谁不行，行业的趋势怎么样，我看得见看得清，所以做视频的频次相对变少，但是每一次做，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认识。好了，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懂买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